这是德爷最早期一战封神的珍贵影像，耗时2年半的时间徒步穿越7200公里的亚马逊，创造了至今都无人超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举动也让他被誉为现代鲁滨逊，成了贝爷都崇拜的对象。中途不仅解锁了3天饿9顿的被动技能，同时还让他拥有了见水就喝的铜齿铁胃，可以说到最后全凭强大的意志力走完全程。本期就让我们通过这档纪录片来回顾一下埃勒德的进化过程。时间回到2008年的春天，时年32岁的德爷刚从部队退伍回家，此时他的脑门上仍然保留着一丢丢头发，可由于待在家里实在无聊闲得蛋疼，并且还天天被家里人催着进厂打工，于是他当即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那就是要徒步横穿7200公里的亚马逊流域。为此他专门叫上了好基友卢克，卢克同样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野外探险家。这次行程没有团队，全程都需要他们自己拍摄。2008年4月2日，两人向东走出了第一步，他们将7000多公里的路程分成了4段。第一步是抵达以安第斯山脉，确认亚马逊的源头作为起点，接着穿越秘鲁的红灯区，这是本次行程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沿河一路向北抵达巴西境内。第3段则是横穿2000公里的原始雨林，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会抵达亚马逊2大支流交汇处的城市马瑙斯，最后沿着河流向西抵达位于大西洋海岸的终点。他们计划在18个月内完成挑战。考虑到两人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他们还特意请了一位24岁的本地向导奥尔多。就这样，3人背着7级大背包正式出了发。按照计划，他们需要先找到亚马逊河的源头，它位于海拔5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脉中，因此至少要花费3周的时间来完成。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深达100米的峡谷，脚下全是松动的碎石。一失足就是粉身碎骨，那时候穿着拖鞋的德爷还不会绕路。3人就这样在满是碎石的山坡上不停穿梭，没想到途中还有意外惊喜，原来是一些已经铺盖的人类遗骸。这一幕把两人看的是一脸震惊，头皮发麻。此时的德爷才意识到本趟旅程的危险性，好在奥尔多告诉他，这只是古代用来制作木乃伊的公墓。随后一行人经过10多天的跋涉，终于在山脚下看到了一处符号，标记着这里就是亚马逊河的源头。谁能想到这一股不起眼的泉水居然能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这不禁让头发短见识也短的两人连连惊呼，赶紧掏出国旗拍照留念。而山上的积雪正是这股泉水的来源。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从源头出发，两人决定征服眼前的这座山脊。等好不容易登顶，没想到卢克第一时间并不是跟德爷庆祝一番，反而是笑嘻嘻拨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未婚妻，这让当时还是单身狗的德爷十分惊讶，因为他深知要无牵无挂才能完成挑战。不过当下最紧要的还是赶在气温下降之前下山。接下来几人沿着小溪朝下游前进，途中穿越草地和沼泽，花了2个星期才抵达亚马逊的第一条支流。而随着不断前进，周围的地势越来越崎岖，这让德爷开始担心卢克能否战胜这里，因此他一路上都唠唠叨叨个不停，以至于卢克觉得他像个唐僧一样。也是在这里，两人第一次发生了争吵，卢克也第一次有了放弃挑战的想法。之后的几个星期，两人都不怎么交流。这一天，根据奥尔多的指引，他们来到了一处村庄，眼前这位80岁的小姑娘非常热情，给他们每人都整了一大碗河虾盖饭。吃饱喝足，德爷早早睡了过去，而卢克却说起了德爷的坏话。他觉得德爷就是个自恋狂，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从头到尾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此，德爷表示心知肚明，并不是很嫉妒。第53天，距离终点还剩6815公里，河流在这里进入了世界上最深的普洛马峡谷。他们要在峡谷中跋涉160公里。由于这里的地形十分崎岖，因此他们只能不断的上山下山绕路。中途运气好还能借助桥梁和索道，运气差的话就只能靠淌水和游泳过河。就这样，经过48天的艰苦跋涉，他们翻越了125条山脊，在第90天抵达最后一处高山，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山脊。而两人积怨已久的矛盾也在此时真正爆发。德爷打算采用之字形缓慢上山，这样能调整自己的角度，而卢克则是选择直接硬刚山脊。他对德爷的计划嗤之以鼻，然而事实证明卢克的计划是错误的。他才爬到半山腰，就被困在了陡峭的悬崖上。反观另一边的德爷已经爬上山脊，悠哉悠哉地啃着仙人掌味的黄瓜。好在最终在向导的带领下，卢克才勉强跟上队伍。由于此前3人都已经喝完了淡水，卢克只能舔帐篷上的水珠解渴。好在当天晚上，奥尔多去了附近的村庄，给两人带回了整整8公升的淡水。到了次日，一行人又早早的出了发。中午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抵达了村庄，在这里几人补充了水分以及食物。到了晚上，卢克又思念起远方的小娇妻。要知道这次行程最少要走1年半，这让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头上会长草。于是到了隔天，经过深思熟虑后，卢克还是决定离开。然而思念未婚妻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卢克觉得自己在德爷面前，他那些引以为傲的探险知识一直被无情碾压，因此他觉得只有离开才是正确的决定。接着便坐上皮划艇，头也不回的离去。望着昔日好友离去的背影，德爷的心中顿时五味杂陈。剩下的路程就只剩下他和向导2人了。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和奥尔多一共走了1100多公里，但这也才是亚马逊全长的1/5。而接下来他们要穿越的秘鲁红灯区，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外之地。这里是毒贩和黑帮的地盘，当地几乎所有人都以贩卖面粉为生。德爷计划用4个月穿越这里，然后抵达巴西境内。
而这里的人为了逃避打击，不欢迎任何外地人，就连路过的汽车都对德爷发出了死亡威胁。好在德爷经历过大风大浪，心理承受能力极强，而一旁的奥尔多则面露惧色，他可不想年纪轻轻就交代在这。于是在110天，他正式向德爷提出了离开。对此德爷表示十分理解。至此原本3人的队伍就只剩下德爷1人。由于当地人对他们的面粉产业很是担心，所以面对德爷的主动示好，他们充满了敌意和警觉。中途路过一个村庄时还被拒绝通过，要是贸然通过的话，当地人手中的 AK-47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可即便德爷已经从村庄旁边绕过去了，依旧还是遭到了村民的袭击，脸上甚至还被扔了一块泥巴，自己孤身一人的根本不敢反抗，只能绕道去和对面的丛林里前进。可这条路也不是怎么好走的，地上到处都是布置好的地雷，稍不留神就得8人一桌吃大席，就更别说还有五花八门的狩猎陷阱。而更令他绝望的是，还要大概走200多公里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在走了几天后，德爷来到了一个村庄，还遇到了一个伐木工。29岁的齐奥非常熟悉本地的情况，看到德爷灰头土脸的模样，表示十分乐意当德爷的向导与他同行。而齐奥为了保护德爷的安全，甚至还专门叫了2个小伙伴一起同行。就这样，原本的1个人的小队增加到了4个。有了他们的加入，前进速度也是得到了质的提升。中途要是路过帮派的地盘，经过齐奥的沟通也变得十分顺利。到了129天，德爷他们遇到了一伙伐木工，这些人一般要在丛林里生活半个月，在此期间的食物全靠非法捕猎所得。看到这一幕的德爷圣女心泛滥，没吃过这些的他觉得太残忍，可下一秒就上演了真香定律，咬上一口满嘴流油，唇齿留香，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千倍，脸上也是不由自主的露出得鸡给。吃饱喝足后，搭乘着伐木工的顺风船到下一个据点，途中再顺便抓些蛋白质当食物，一直到140天，他们才彻底走出红灯区。目前距离终点还剩5400多公里，接下来他们需要花3个月穿越1500公里的雨林，从而抵达巴西边境。也就是从此刻起，他们将要面对长达240天的雨季。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亚马逊盆地将会化身成一个巨大的游泳池，这意味着丛林里的道路会更加难走。他们在雨林里行进了3个多月，来到第329天，此时距离终点还剩3300多公里。已经6天没开荤的德爷非常想吃肉，看到岸边有只趴着不动的乌龟，当即就要对其下手。齐奥用砍刀将乌龟大卸8块，打开龟壳，没想到里面还有窝乌龟蛋。紧接着起锅烧油，一气呵成，在见到时已经变成了香喷喷的烤肉，咬上一口简直好吃到爆炸，蛋白质含量指定是牛肉的几千倍。到了次日早晨，昨天剩下的乌龟蛋就是今天的早饭，浅尝一口，味道更是一绝，口感有点像鸡蛋。德爷吃的连手指头上的残渣都不愿意放过，而如此奢侈的享受自然逃不过牛背定律。吃饱喝足又马不停蹄出了发，不想一直在被洪水淹没的丛林里摸爬滚打，于是他们选择了绕路，这也让18个月内完成挑战的计划成了泡影。虽然踩在了踏实的地面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雨林中生活着超130种毒蛇，每一种都是要命的存在，而当地人遇到毒蛇的处理方法简单粗暴，直接几棍子送其归西。转眼时间来到362天，此时距离目的地还剩3128公里。这天他们来到了哥伦比亚的一个部落中，当天晚上德爷就幸运的被邀请参加了一场成人礼。当地部落会将13岁的小女孩关进小黑屋，直到15岁那年才被放出来，在此期间全靠外面投递的食物为生。而今天就是小女孩重见天日的日子，等今晚的仪式过后，她就会被当地人视为成年人了。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据德爷了解，这一切都是小女孩自愿参加的。截至目前，德爷已经走了大约4072公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程将会对他的心理和身体造成双重打击。至于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下期拭目以待。盖了帽了，我的老北鼻们，人人都说跟着德爷混是3天饿9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被动技能是怎么练成的。这部徒步亚马逊的纪录片可以说就是埃厄德最早期的进化过程，耗时2年半徒步穿越7200公里的亚马逊，中途不仅要面临食物和水源的短缺，还要面对心理和身体上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到最后全凭意志力完成挑战。不过从完成挑战的那一刻起，德爷的命运齿轮也开始转动。目前德爷已经差不多走了4000公里，接下来他计划用12个月的时间抵达城市马瑙斯，然后再往前走2000公里就能抵达中。由于德爷的事迹已经传遍了全球，到了第401天，有一个精神小伙加入了队伍。32岁的山姆同样是一名英国人，曾在我国练习了长达2年半的少林功夫，回国后还当起了武术表演艺术家。虽说身体素质这一块没有问题，但这家伙对户外知识是一窍不通，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又菜又爱玩。但德爷并没有因此嫌弃这个猪队友，毕竟有个老乡聊聊天还是很不错的。刚开始山姆表现的还挺兴奋，可还没过多久他就受不了了。丛林里的温度长期保持在30-40度，加上近乎100%的湿度，整个人都好像处在桑拿房里，而他们还要在这种环境下步行500公里才能抵达最近的小镇。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沼泽里，山姆的脚很快就出现了问题，脚趾头上长了很多水泡，稍微一挤里面还渗出来血水，这在丛林里可是致命的存在，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很可能会截肢。眼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姆只能用碘伏进行消毒，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德爷虽然很舍不得老乡，但他也知道这种情况是致命的，于是开始劝山姆赶紧回家算了。不过山姆也是不服输，硬是又撑着走了好几天，直到脚趾迟迟不见好转，这才呼叫了救援。随着时间来到430天，此时他们距离终点还剩下3167公里。这一刻，德爷才意识到，只有齐奥和他才是真爱。据他所说，齐奥是个极具自我牺牲的人，总能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于是从现在开始，德爷决定拒绝任何人加入。两人又往前走了50多天后，他们决定远离亚马逊的主干道，直接从丛林里横穿，这样能为他们节省不少路程。然而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们将要面临缺水和食物的问题。等到第506天时，他们来到了一处村庄，这里足足生活着100多户人家，几乎是方圆千里最大的村落了。在这里，他们补充到了最紧缺的食物。接下来，他们要沿着丛林走700公里，才能抵达最近的一个村庄补给站。所以在出发前，两人给背包塞得满满当当，称了称背包的重量，好家伙，足足有36公斤，这对两人的体力将是不少的考验。收拾完装备，两人便头也不回地扎进了丛林。不料刚走没一会儿，德爷他们就遭到了马蜂的袭击，差点就葬送了自己的打野生涯。短短2秒半就被蛰了3次，把德爷气得差点没飙出英语。就这样走了1个星期后，来到第512天，此时还剩下2900多公里。现在他们的周围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而且德爷还发现，随着不断深入丛林，周围的地表越来越干燥，想必往后的情况只会更加糟糕。实在是累得受不了了，他们就原地坐下来休息。而这种木薯粉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两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不过现在已经被他们吃的只剩下这一盒了，接下来他们必须想办法获取蛋白质。3天后，两人携带的水源已经耗尽，没办法，他们只能靠发现的死水维持生计。又过了2天，丛林的地表已经完全干透，现在他们随时都要面临脱水吃席的风险。好在隔天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坑，浑浊的清水呈现出浓郁的黄色，已经达到了直接饮用的程度。不过考虑到身处野外，两人还是决定烧开后再饮用。就这样靠着发现的脏水又走了几天后，来到第552天，由于长时间饮用脏水以及营养不良，齐奥的身体终于出现了问题，于是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片刻。可等到了傍晚时分，齐奥最终还是撑不住，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旁边甚至还有苍蝇在环绕。这一度让德爷以为齐奥已经挂了，谁料短暂休息过后，齐奥竟奇迹般的又重新站了起来，继续跋涉了10几里地后，齐奥的情况又加重了，还出现了呕吐的症状。目前德爷唯一能给他的只有几片布洛芬，能不能撑过去只能靠他自己了。好在第554天的时候，丛林下起了大雨，这是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喝的第一口干净的淡水，齐奥的身体也跟着好了起来。不得不说，齐奥简直就是超人。不过目前他们仍然面临着食物短缺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德爷一个不小心还把他们仅剩的木薯粉打翻了。可即便是掉在了地上，两人也不敢浪费，直接就蹲在地上吃了起来，一口下去嘎嘣脆，泥土味，沙子的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又过了几天，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食物，此时距离最近的人类文明还有100多公里。然而人一旦倒起霉来，就连喝水都塞牙缝，关键时刻 GPS 还没有了信号，没有缺德地图的导航，两人只能靠指南针来辨别方向。又继续前进了2天，这期间他们几乎没有吃到任何东西。饿急眼的德爷砍下一棵棕榈树，里面的棕榈芯富含碳水化合物，刚好可以满足两人的碳水需求，吃起来口感清凉甘甜，味道相当正宗，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起码是牛肉的几10倍。甚至齐奥在吃完之后直接回到了巅峰状态。第576天，目前距离终点还剩2600公里。行进路上，他们发现了一片湖泊，刚好他们身上带了渔网。齐奥见状，赶紧带着渔网下水捕鱼。就当德爷以为齐奥会以空军收场时，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齐奥整整带回来了30多条鱼。这番操作直接把德爷给看傻了。这种食人鱼味道非常鲜美，他们终于可以大饱口福了。随后，德爷用树枝做了个熏肉架，将吃不完的鱼肉熏成鱼干。这些鱼足够他们吃上一段时间了。到了晚上，德爷看到湖面上冒出很多亮光，拿手电筒一照，好家伙，我的乖乖，全是凯门了，直接把他吓得头发都炸了起来。而齐奥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美滋滋的在岸边洗起了澡。Sorry 等到了隔天，齐奥去检查渔网的时候，上面居然还有条倒霉的鳄鱼，多的不说少的不落，直接带回营地大卸8块，接着放进锅里煎制2日金黄，吃进嘴里肉质紧实，味道鲜美无比。两人吃的是满嘴流油，体内有了蛋白质的补充，齐奥的身体早已彻底恢复。又经过了91天的跋涉，他们终于走出了那片原始雨林。第598天的时候，还剩下2453公里。此时他们来到了夸里输油管附近，接下来他们只需要沿着管道就可以抵达城市玛瑙斯。在这里，两人再次补充好了需要的物资，恰好此时 GPS 也有了信号，这让两人的速度快了不少。截至目前为止，德爷已经走了4700多公里，已经完成了整体进程的1大半。接下来他们需要面对本次挑战的第2个雨季。如果德爷和齐奥不能赶在雨季之前抵达玛瑙斯，那么他们又得在洪水里摸爬滚打。就这样来到第632天，此时还剩下2200多公里的路程。即便他们已经远离了主河道，但还是被洪水追上了脚步。途中德爷还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手被刀划了一条巨大的伤口。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给他疼得忍不住发出叽叽叽的惨叫。没有纱布，就只能用胶带简单缠绕一下。庆幸的是没有割掉小指头。1个星期后，他们来到了一处小诊所。德爷先是让兽医小哥哥给自己处理了一下伤口，然后又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就是发现体内感染了寄生虫，把他吓得赶紧拿了一个疗程的药。玩归玩，闹归闹，可别拿小命开玩笑。由于小诊所的人手不够，德爷只能自己注射。又在丛林里走了10多天，不知咋回事，胳膊上又冒出了一个脓包。于是德爷心一横，拿出针管就自己抽了起来，最终也是足足抽了2大根针管才抽完。治疗完后，两人继续出发。随着时间来到645天，此时还剩下2100公里的路程。长时间的跋涉让他的心理出现了问题，加上齐奥弄丢了他们的滑石粉和驱蚊装备，对此德爷非常生气，因为没有滑石粉，他的大腿内侧已经出现了皮疹，甚至连小德子都开始感染了。这天夜里，德爷对着镜头疯狂吐槽齐奥，此时他特别担心小德子的状况，毕竟自己连女朋友都没有，万一绝后了那才是彻底完犊子。不过转念一想，自己的想法也不对，毕竟没有齐奥的话，自己估计早就饿死了。很快来到2009年的圣诞节这天，齐奥冒着大雨从河里搞到了2条大鱼，这可把德爷高兴坏了，立马炖上了一锅香喷喷的鱼汤。随后两人围在篝火旁度过了圣诞节，隔天还脱光衣服睡在一起庆祝圣诞节。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两人早已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同时德爷也回想起他10年前去世的父亲，这让他彻底调整好了心态。就这样，时间来到686天，他们终于抵达了城市马瑙斯。此时距离终点还剩1800多公里，亚马逊河也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横跨几10公里的工业大河，2条最大的支流在这里汇聚，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壮丽景象。过河后，他们再次钻入丛林，可由于德爷出门不喜欢带头发，他的脑门上寄生了很多马蝇幼虫。解决办法就是将它们掏出来，实在是掏不出来的，就用胶水堵住洞口，将它们闷死在里面。转眼来到第828天，现在的他们已经离开了丛林，走在了坚实的大马路上，这让他们的前进速度快了不少。此时只剩下300多公里的路程，按照这种速度，估计再走个10天就能完成挑战。而这时候，德爷的事迹已经在国际上传开了，更是被各大电视台争相报道。这天，德爷在查看缺德地图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条捷径，于是打算沿着它走完最后一程。结果走着走着发现根本行不通，茂密的植被让他们寸步难行。原本一天能走几10公里的，可沿着这条路，他们2天才走了不到10公里。没办法，只好又回到了马路上。后面德爷为了赶之前落下的进度，于是决定通宵赶路。天亮后还被一群记者围观，这一刻的他们没有疲惫，有的只是不断飙升的肾上腺素。第860天，剩余里程还有100米。此刻的两人终于抑制不住激动，朝着终点一路狂奔。最终耗时860天，德爷终于完成了本次挑战，也是激动的忍不住猛然落泪。这2年半的时间里，只有他们知道有多艰难。随后，德爷和齐奥一起拿上横幅拍照留念。同时，这次冒险也改变了齐奥的一生，两人更是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最后，德爷的名字写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回国后还受到了家人们英雄般的待遇。自此以后，打野界就多了一位挨饿专家。